这几天的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带出来一个2025升级版，是吧？2.0。前面我们知道，2014年开始，中国搞了一个涉及到芯片产业的，叫国家集成电路发展基金。这个基金也是财政部跟这个其他部门牵头的，那么有一些企业进来了。其实我们知道，最大的一支是关于烟草税，也纳入了这个基金。那么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了一轮又一轮的制裁，是针对芯片产业的。无论是中兴还是华为，是吧？中间我们看到了很多企业，就是因为国家集成电路发展基金太显眼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基金冒出来了，据说是中车牵头的，叫什么呢？叫国家制造业升级转型基金。其实这个基金更可笑，起步价只有1400亿人民币，合着大概200亿美金。中国的国家升级转型基金起点为什么会这么低呢？应该来说，跟人们认为的这个2025不太一样。这个升级版其实应该只是一个虚张声势。我们知道说这个产业升级升级换代，应该来说从朱镕基时期开始，找到了一个经济学家叫林毅夫，就是抱着篮球从台湾游过来的那个上尉。从他开始，大家就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，它肯定涉及到产业升级。因为我们之前看到过很多例子，这个汉城奥运会的时候，中国的运动员到了汉城，第一件事去买毛绒玩具，是吧？带回国作为纪念。等你再回过头来看韩国的时候，它已经发展半导体产业了，虽然不咋地，是吧？日本人跟他一断吹，他马上就哭爹喊娘的了，要在世贸组织内声讨他，很脆弱，但是他确实已经升级转型了，而且曾经非常成功。其他国家也有这种例子。最明显的是日本，日本前几年2011年，他开始抛弃个人电脑，抛弃手机，白色家电。我们看到的像 NEC 这样的，他把电脑卖给了联想，他现在搞什么？搞人工智能，搞汽车的自动驾驶技术。东芝跟夏普也是一样，东芝在不断的改组，就这个月刚刚由东芝全资收购了他名下的3个子公司，他把所有的白色家电都跑了。然后索尼，他已经开始转头研制传感器了。传感器它在全球的销售额中占70%。没有人认为日本企业的转型是不成功的，因为有太多的人到日本去买企业了，一会儿收购索尼的电脑，一会儿要收购夏普，
中国的美的去收购人家的空调，那么电视机也卖给了中国。其实不仅是东芝在买，日本大企业都在买，他们在退出一线的制造。像白色家电这一类的，在他们眼里已经成为白色垃圾了。他们通过8年的时间，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转型。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现在提出来的这些转型，除了口号以外，真的看不到什么东西。如同去年开始一窝蜂的上芯片研制一样，无论是做白色家电的还是大炼钢铁的这些企业，都号称要在芯片上加大投入，要砸出一个自己的芯片来。那么今年更好，是吧？冒出一个区块链，谁也没搞清它到底要干什么，把一个去中心化的东西拿出来，好像要大张旗鼓的去干。甚至我们还听到了，中国要率先发行国家主权数字货币，非常可笑。因为我们知道数字货币它是在挑战主流货币，尤其是美元的全球铸币权。人家是靠打出来的，是靠牺牲了无数的青年，至少有50-60万美国青年的鲜血和生命，才换得了今天的地位。布雷顿森林解除了以后，黄金不能自由兑换成美元以后，他又建立了石油美元机制。现在我们知道是从日本开始搞氢燃料，是吧？氢燃料电池不仅能够用在汽车上，而且甚至为灾后维持做了一定的设想。按照日本现在的规划，氢能源不仅能提供汽车运行，而且在发生地质灾害的时候，靠一辆汽车上的氢能源转换，至少可以保证一个家庭1周的用电。那么是不是可以说，未来石油就没有太大的价值了，石油美元也会没落了，所以你有机会搞一个数字货币来反超别人呢？中国这样搞的时候，其实扎克伯格也在国会提出了发行 Facebook 的数字货币。我们看到了有这种提法，但是好像美国人也不料他，没有人搭理他，听起来非常尴尬。日本人在转型的时候，美国人在研究给机器人上税怎么样定税。比尔盖茨说要让机器人纳税，拿他们交纳的税培训失业的工人再就业。人家在转型的过程中提出了很多新的设想，很多都是匪夷所思的，我们都没考虑过。那中国在这儿玩股份有限公司，是吧？国家集成电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1期、2期，这个中车挑头的这个叫什么？中国企业升级转型基金有限公司，而且定的调子都很低，200-300亿美金，跟玩笑一样。我不知道现在的决策者到底因为什么搞这些东西，仅仅是因为在谈判中增加一个筹码吗？
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令人振奋的新华社通稿，都不能细读，细读以后你会感觉到非常的侮辱你的智商，就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。新材料、新一代的信息技术、电力装备，3个方向都定好了，但是总的盘子就200亿美金，在一个小国家有可能能拿出来说说。针对号称80万亿 GDP 的这种规模，整个国家的企业升级转型基金一期的投入仅仅不到1500亿，这种玩笑开多了，人们就当它是个笑话了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新闻都是这样，不能读第2遍，第1遍读完效果也就罢了，读第2遍会感觉到非常的搞笑，而且越读越让人伤感。整个国家就在一帮骗子手里忽悠来忽悠去，根本看不到一点点希望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